不知道为什么，大汉王朝的历史土壤似乎特别适合培养出那些个性独特和经历传奇的皇太后，比如雄才大略、杀伐果决的吕雉，不争不抢、一路躺赢的薄姬，还有历经五朝、屹立不倒的王政君。随便拎出来一个放宫斗剧中，那都是妥妥的大女主啊！今天要讲的这位窦太后，她的人生比吕雉和薄姬还要充满戏剧性。出身卑微，父母早逝，迫于生计进宫讨生活，却从一个不起眼的宫女，转眼变成了王妃，后来又一路开挂，成了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一步步从社会的最底层爬到最高位，成为当时身份最隆重、权势最显赫的女人。她跟吕雉与薄姬两任太后都相处融洽，又先后辅佐并影响了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三任帝王。中年以后双目失明，依然权倾朝野，说一不二。论影响力和持久度，说她是汉宫中的一棵不老松，一点儿也不为过。今天咱们就聊聊窦太后，看看她为什么能从宫女一路逆袭，活出如此精彩的人生。窦太后原名窦漪房，跟绝大多数影视剧中的女主角一样，窦漪房也有个不幸的童年。由于家境贫寒，父亲一直以钓鱼为生，有一次做工的时候不慎坠入深渊，葬身鱼腹。母亲惊闻噩耗，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很快也撒手人寰，只剩下窦漪房和两个兄弟相依为命。不久，哥哥出外打工，弟弟又被人拐卖，不知去向。窦漪房一下子变得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他该怎么办呢？或许是上天有好生之德，看到这个小姑娘实在不容易，就给她送来了生存的机会。宫里来招宫女了。在那个女人要依附男人才能生存的年代，做宫女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赚钱养活自己的机会，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有口饭吃。抱着这样的态度，窦漪房通过了宫女的选拔，顺利进宫了。可进宫以后，窦漪房才发现自己想的太天真了。皇宫里能满足她吃饱穿暖的需求，但前提是要保证自己不出一点差错，稍有不慎，自己的小命就有可能不保。都说伴君如伴虎，更何况他陪伴的还是一只母老虎，那可是皇帝都拿他没办法，满朝文武见了他都要退避三舍的吕后啊！那只母老虎逼急了，可是会把你做成人质的。窦漪房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无权无势、没人在乎的小宫女，不敢有非分之想，于是便默默告诫自己，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争取年龄到了能顺利出宫，再找到哥哥弟弟，好一家团圆。于是年轻的窦漪房每天都活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当中，对吕后是尽心尽力，丝毫不敢怠慢。多亏他从小在底层摸爬滚打，很快就锻炼出了察言观色和讨人欢心的能力。在服侍吕后的这几年，窦漪房不但没出差错，居然还得到了吕后的赏识，这日子过得比想象中要顺利。日盼夜盼，窦漪房终于等到了出宫的机会。原来吕后打算释放一批宫女，让他们去各个分封地伺候诸侯王，这其中就有窦漪房。小姑娘一听，甭提有多高兴了。自从进了宫，她就跟兄弟是彻底断了联系，她太想念自己的亲人了。为了能够见到他们，窦漪房专门用攒下来的钱贿赂了管事的太监，希望自己能分配到离家乡清河比较近的赵国。兴许太监一忙起来就忘了这茬，毕竟窦漪房那会儿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宫女，人微言轻。阴差阳错，窦漪房跟4个宫女一同踏上了去往代国的旅程。然而历史却证明，太监此举恰恰是弄拙成巧，成就了窦漪房的传奇命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话说这代国啊，是汉高祖刘邦第4个儿子刘恒的封地，在今天山西太原一带。因为刘恒的生母薄姬一直活得比较低调，不受宠也不作妖，属于在后宫查无此人的那种，连带着让刘恒在众皇子中也没啥人气。在很多人看来，去代国是没有前途的，
薄姬母子那么不争不抢，跟着他们一辈子都无法出头。窦漪房本来也心不甘情不愿的，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过了最初想家的阶段，窦漪房也就无所谓了，反正除了离家近的赵国，其他哪个地方都差不多。既然到了这里，就随遇而安吧。可人算不如天算啊！窦漪房的随遇而安，竟然让他的人生与刘恒是彻底的绑定。从此，他的命运踏上了快车道，一发而不可收。相反，当初去往赵国的那批宫女，却由于受到吕后对赵王的打压而受到牵连。不知道窦漪房后来会不会暗自庆幸，当初自己将错就错，不但躲过了一劫，反而人生一路开挂。说来也挺巧啊，到代国一共5个年龄相仿的宫女，偏偏只有窦漪房被代王刘恒看上了。既来之则安之，从小就会在宫里察言观色的窦漪房，迅速调整了心态，开始主动的投怀送抱。史记记载，他是获得了代王刘恒的笃信。这可是多少后宫女子梦寐以求的。为什么出身卑微的窦漪房却有幸获得了代王的专宠呢？美貌、情商和心计，相信一个都不能少。更厉害的是，短短的几年时间，他竟然先后帮刘恒生下了1个女儿和2个儿子。女儿就是著名的馆陶长公主，汉武帝第1任皇后陈阿娇的母亲。长子刘启就是后来的汉景帝，次子刘武也非默默无闻之人，差点改写历史。当然，这都是后话。众所周知，一个女人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后宫立于不败之地，子嗣众多才是看家的本钱。而刘恒的正牌王妃也不过生了4个孩子，在生孩子这件事上，窦漪房是大有赶超之势啊。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啊。当时的代王王妃虽然也帮刘恒生了4个嫡子，不过令人感到蹊跷的是，这证明嫡子连带王妃本人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全都去世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别急，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一会儿再讲。反正窦漪房算是彻底扶正，成了刘恒关系最亲密的女人。但窦漪房的好运才刚刚开始，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他呢。这边代国的生活岁月静好，那边帝都长安的局势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钱纲独断的吕后因病去世，在大臣周勃和陈平的率领下，刘氏皇族集团吹响了反攻的号角，将吕氏外戚集团一网打尽，重新掌握了朝廷大权。而这件事对窦漪房的意义可就太不一样了。她那个默默无闻的丈夫刘恒，人在家中坐，皇位天上来，竟然一下子咸鱼翻身，要进宫继承大统了。摇身一变，刘恒成了后来开创了一代盛世、名垂青史的汉文帝。有皇帝就要有太子，刘恒进宫当了皇帝，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刚才提到，在窦漪房受宠前后，代王妃生下的4个儿子全都死了。于是大臣们经过讨论，请求把窦漪房大儿子刘启立为太子。刘恒呢，自然也就顺水推舟。此时薄姬也水涨船高，成了薄太后。作为后宫之主，他对刘恒说：如今啊，你的儿子不论是太子还是诸王，都是窦氏所生，应该立他为皇后。母亲大人发话了，儿子敢不遵从吗？于是窦漪房就像做梦一下子升入了云霄。当初这个从长安发配到代国名不见经传的小宫女，此番再度回宫，俨然成为了大汉王朝的第3任皇后。麻雀变凤凰的传奇戏码竟然在汉宫中上演了。故事说到这里，窦漪房已经实现了从宫女到皇后的飞升，过程之顺利让不少人羡慕嫉妒恨。估计大伙的心底都会冒出一连串的疑问：窦漪房怎么这么顺利就成了皇后？她是运气好，还是自己悄悄动了手脚？刘恒原配和4个孩子的去世跟她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简单总结一下，窦漪房之所以能从一个出身卑微的农家女、默默无闻的小宫女一路逆袭成为皇后，原因呢可以说是多方面的。首先啊，窦漪房自身很聪明很努力。要知道，奋不顾身爬到金字塔尖的女人，没有一个是白莲花，
无论是吕雉、薄姬还是窦漪房都是如此。窦漪房自幼为了生活，没少吃苦受罪，出人头地的愿望肯定要比一般人要强烈，而且他一直在吕雉身边，耳濡目染，能被这位千古第一毒后所赏识，证明他绝对不是一个傻白甜。更何况从底层摸爬滚打到高层，没有足够的心计，甭说成为皇后了，估计窦漪房连前3级都活不过，估计还没去代国呢，整个人就被当成一只小蚂蚁给直接踩死了。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来回看窦漪房的经历，不妨大胆推测一下，说不定最开始窦漪房就是吕后故意安排到代王刘恒身边的眼线。窦漪房说自己想去赵国是欲盖弥彰，是为了隐藏自己监视代王和薄姬的真实目的。我估计从吕后身边派出去的贴身侍女，除了才貌出众，一定也肩负着重要的政治使命，那就是监视诸侯王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朝廷报告。当然，刘恒和薄姬也不是傻子，知道窦漪房来服侍是假，监视是真，所以就来了个将计就计，上演出对窦漪房极尽宠爱的戏码，还假戏真做，接连生了3个孩子，为的就是让吕后放心，他们没有任何别的意思，不会跟他抢天下的。其次不得不承认，这窦漪房的运气确实好不是每个女人的老公都能一觉醒来就变成皇帝的，但窦漪房的老公可以，这就是窦漪房的运气。如果那时候也流行转发锦鲤，估计小伙伴都会说，转发窦漪房这只锦鲤，你的老公就能出人头地。窦漪房的运气好还体现在他不是原配，只是一名妾室。他和儿子本来没有竞争皇后和太子的希望，但刘恒的原配和他生了几个孩子，居然都在关键时刻先后离世，给他们腾出了位置。或许有人会觉得原配和他4个孩子是窦漪房害死的，毕竟他是受益的一方。但我觉得如果窦漪房真的这么心狠手辣，把原配一家5口来个一锅端，应该骗不过心细如发的刘恒和薄姬，不可能那么顺利地坐上皇后之位。但话又说回来，刘恒的原配跟4个孩子确实死得太蹊跷了，史书上没有记载，他们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之后也没有被追封。如果不是窦漪房干的，那刘恒的原配和4个孩子是因为什么命丧黄泉的呢？欲知详情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如果你喜欢听古今情史，请点赞并关注我。